人生的悲剧之一，在电梯遇到老板。以前我念书常常在电梯遇到老板，更悲剧的是只有2楼，老板从地下室上来，我懒得爬楼梯，就想今天想坐电梯，他惨了，被老板。啊，你昨天实验做得怎样？你要怎么回答？很好，多好，有结果，什么结果？比较小，有多小？完了，我们是不是常面到这种问题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把事情说清楚，因为你没有说服他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讲一个很重要的数据。于是乎，就有人讲一个东西，就是电梯简报术，就是当某天在电梯遇到重要人士的时候，能够运用短暂搭乘的时间，在数十秒内讲自己的计划。我都告诉我的学生，你可不可以在20个字里面，20个字哦，中文英文不管，把你要做的事情讲清楚。20个字很难很难，那个大概会耗掉你1天的时间。人家今天校长问我，推广教育中心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说没有啊，我们要做一个开放式，开放式就3个字就没有了，无边界的、任意时间可以学习的环境。我看老板说你就去吧，就这样子。你的目标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走。为什么？其实对简报来讲，这就是关键字。假如你在电梯遇到老板怎么办？于是乎在简报学里面就发展出一种方式，叫倒三角的叙述。我们很习惯说要去讲前因后果，可是你要想，在电梯里面只有60秒钟，那可能做到101顶端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只有60秒钟，你到底要讲什么？于是同学就开始了，从前因开始。我昨天对不起，我做生物的，我昨天把虫子收好了，我开始把它经由这个萃取的方式，我得到一个还不错的蛋白质。对不起，电梯已经到一半了，准备要开门，老板要出去了，老板还是没有听到结果。他一定觉得是什么？你都没在做事啊，因为老板脑中留着你了，你就在养细胞而已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它换过来，我们把它倒过来，这个叫倒三角形叙述法。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先讲老板要的是什么？结果跟改进方法嘛。所以我们要做一种方式来说明。第一个，先讲结论，10秒钟。结果不好，结果很好，有显著差异，上升3倍，好，结束了。第二个，如果还有时间，讲摘要，你怎么做的？这个跟上次的结果差别在哪里？第三个，如果再有时间，假设你在101碰到老板，那算你运气好，2分多钟哦，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把这整件事情给它陈述完毕。人跟人的见面误会在第一个阶段，在互相的第一次初次的见面，这个人让你讨厌一辈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天他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了一件你非常不喜欢颜色的 T 恤，这个人会让你记恨一辈子，一定有这个经验。人跟人的误会跟相处就是在那第一刹那，所以结果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电梯简报学里面就开始创造几个东西，这个叫 PREP 的方式。第一个讲重点，开门见山，说出重点跟你的立场。第二个讲出书名的理由，还有时间把证据讲出来。第四个是讲重点，讲这个东西有多重要，要不断的开始把你这个东西用这个概念把它做出来，重点、理由、证据还是回归到重点。这4个阶段讲清楚之后，老板大概跟你就没什么话好讲，那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？你希望老板天天在你后面跟着吗？讲清楚说明白就去做你的事情，老板也很快乐，大家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，因为有距离才有美感。当然老板天天找我吃饭我也很快乐了，但是不要跟我谈公事。这就是一种方式，你要开始每天对你所做的实验所做的成果，不断用这种方式去淬炼，去萃取出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样在写论文的时候，你的次标题都出来了。你每做一张报告，它都是产生一个次标题，你的文章就出来了，而不是到最后面还在归纳整理，那天天都在归纳整理。我发现我研究生很快速的毕业的，都是很快速就有很多的次标。我一个研究生念了8年。我就痛苦他也很痛苦，他天天都在归纳跟整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做简报要先思考，
但是请不要用思考的方式做简报。这很吊诡的一句话，做简报要思考，可是你不能用思考的模式来做简报。为什么？结论才是王道，方法才是王道，改进的方法才是王道。老板灯坏了，然后呢？老板灯坏了修好了，这还不够高端。老板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灯光特别明亮，特别舒服？我把它换了，因为昨天坏了。你觉得哪个有说服力？这在我们平常做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学术简报里面去做这种的陈述，而留在这种流水账记账的过程当中，不断让噩梦重演？传统的简报条列方式，我们都喜欢这样子，像他们叫子弹嘛 ，bullet， 就1、2、3，于是老板就在那边点头1、2、3，错，我们把它用这个方式陈列。你每一段标题一定有重点，重点要不同的字，还是大小位置线条，我们把它框出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个灵活改变位置，加入辅助线跟图案，它才会让你的简报是活泼的。老板可以一块的看到重点，因为越大的才会吸睛嘛。你其实开始尝试看看，我们有很多的这种 PPT。我们做学简报过程中，第一件事情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的模式出来。那网络上有太多的方式在教，回去重置你的 PPT。想想今天这张 PPT 为什么老板听不懂？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？因为好的简报只为对的人，要提看，要看，但是做这个过程当中要看看自己有什么东西，要检视自己的提供，你要去思考对方要什么，要对口，要对接。当对接不完整的时候，误会就产生了。OK， 所以不要让老师太为难。这是我学生的简报，像不像各位的简报？实验室 meeting 非常看这个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都前5分钟才在做。我也当过学生，我知道。你真的觉得老板要听最新的吗？不是，老板要听最准确的，要听这个东西他可以踩着他往上走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不妨把这张简报，他讲了什么东西？他告诉你 DNA 的浓度，这真的很重要吗？对不对？他告诉你我用连续稀释不是我们天天在做的吗？他没有 single base 你做坏了吧？你用这种方式表示，你就会落到刚刚一开始我讲的那个死穴里面，换一种方式。老板，我做这个东西的优点是什么？你看，我把我的敏感性提高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但是这个提高这过程当中，专一性都没办法提升。为什么？我谈的是专业，讲的是人话。在专业领域里面，你要用专有名词去谈你的结果。你要把你最后做的结果把问题点清楚，并提出对策，这才是老板要的。但是我们常常很多在这个地方呢，是看不到这些同学的表现，我们就会落在这个地方，不断的在那边打转，导致双方都在怀疑人生。我为什么跟你这个老板？老板会讲，我为什么要你这个学生？彼此双方怀疑人生。内容跟理论如果没有简单有效的呈现方法，没有趣味啊。你要有一些这个过程来做，好吗？还有同学们 PPT 都很多，没有一张投影片传达不了的讯息，一张就够了。但是我也迷失过，以前我听我老板演讲，够厉害，一张 PPT 写7个重点 bullet 7条，因为早期在幻灯片的年代，他可以讲40多分钟天哪，我们都用数据取胜的吗？理工科，我是理工男，不是应该用数据取胜？我要一堆数据告诉你吗？没有，他就在那边娓娓道来，听了45分钟，但他把他该讲都讲完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一张 PPT 呈现不了的。如果有怎么办？真的一张做不完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就2张啊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必须去精简，你到底要讲什么？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传递讯息。你的讯息能不能很准确的传递出去？这才是简报的目的。简报不是陈列，那叫海报。
简报不是用来讨论，那叫开会。简报是用来传达的，把你要讲的东西直接在这个场域里面告诉人家。这张 PPT 就告诉你啊，如果没有一张投影片传递不了的讯息啊，有怎么办啊？2张嘛，我是把答案跟对策都告诉你了。我是用个很简单的图形1就告诉你了。当然，我可以说我可以用这样做啊。永远都要有一个方式，你只能有一张投影片的机会。所以现在开始有很多人就是一张投影片讲3分钟，甚至还有比赛，里面不能有动画，不能有特效。1分钟3分钟一张 PPT， 讲完你所有的概念，你能不能？这要不断的练习的，这不是说我随便做一张我就可以开始娓娓道来的，这需要练习。时间不够，这为什么是会跟刚才有关系？因为跟我们刚刚讲的电梯简报学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你很清楚你的结果是什么，你要表达什么东西，一张简报够了啦。你去听贾博士怎么演讲 iPhone， 你有怀疑过他吗？你怀疑是你自己的荷包够不够而已，好不好？一张投影片1分钟时间，开始做练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讲一个重点跟一个目的，这叫简洁。他才会受到你的感动，他才能够去行动。如果达不到这个过程当中，简报学大概没什么意义。因为简报不是单纯的资料展示，它是讯息的主观诠释。非常简单，就是我讲的。如果今天跟老板意见不合，对不起，不要再讨论了。好，我下去重做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因为不要让简报变成讨论，讨论没完没了，老板就开始交代工作，巨细靡遗的列出你的罪状20条。旁边实验室的学长学姐们再多加油添醋，你会变成40条。这时候你不是怀疑人生，你开始想要休学。